原本叶晨是打算先让钟书安安稳稳的继续在唐人街生活，将来自己再专门抽时间去港岛解决他的事情。但是那个刘生既然这么沉不住气，主动要搞点事情，那他就只能先去港岛会一会他。港岛与美国相距甚远，普通飞机单程至少10几个小时，再加上处理事情也需要时间，所以叶晨估计至少也要离开美国3、5天甚至更久。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萧楚然。虽说他早就安排了万隆店的女将士暗中保护，但让萧楚然一个人留在美国学习生活，他心里还是难免担心。而眼下萧长坤还在韩国搞文化交流，真正能到美国来陪萧楚然几天的也就只有丈母娘马兰了。不过如果直接跟萧楚然说自己要去港岛，然后需要把丈母娘请过来陪他，叶晨觉得多少有些生硬。可如果去跟萧楚然商量，那萧楚然也未必折腾丈母娘过来，到时候无非2种方案，一个是劝自己别去港岛，另一个是让自己放心去港岛，他一个人没问题。而且叶晨估计马兰现在也不想来美国，他一个人在金陵有豪车有豪宅，还有几10万零花钱，日子过得肯定很爽，真让他来美国，他怕是也不乐意。于是叶晨便开始在心里盘算，可以先找个什么由头把丈母娘马兰弄过来，然后再趁机跟萧楚然说自己在港岛有个客户，正好马兰也来了，自己就先去港岛几天，让马兰留在这里陪他。至于如何把马兰从华夏弄过来，叶晨倒是一点都不担心，他对马兰太了解了，只需要稍稍做个局就能把马兰套进去。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宋婉婷，开口便道：婉婷，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。宋婉婷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叶大师，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叶晨也没客气，便把自己的计划跟宋婉婷大概说了一遍。宋婉婷听完之后立刻说道：叶大师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与此同时，地球另一端的华夏正值上午，马兰躺在汤臣一品别墅的豪华大床上，一觉睡到了10点多。自打叶晨和萧楚然去了美国，萧长坤去了韩国，马兰就等于是放飞了自我。他住着汤臣一品大豪宅，开着劳斯莱斯库里南，银行卡里还有叶晨给的50万零花钱，每天的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爽。这时候的马兰还没起床，手机便一个劲的嗡嗡震个不停。他睡眼惺忪的接通电话，拿起嘴来就问：谁啊？啥事儿？大清早打电话烦不烦了？电话那头钱红艳谄媚的声音传了过来：兰姐，是我啊，钱红艳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没起呢？自打钱红艳回来，就一直把马兰当成大户，最近更是每天都来找他献殷勤，不但各种马屁拍得马兰飘飘欲仙，还一直跟在他身边，鞍前马后的像个小跟班，出门给提包，上车给开门。就连马兰去上个厕所，他都多拿一份卫生纸在门口守着，生怕里面的马兰纸不够用。马兰以前在萧家的时候老被钱红艳欺负，心里没少记恨他，但眼下钱红艳跑过来像条狗一样巴结他，一下子就把他的虚荣心无限放大，让他有了一种彻底翻身的爽快劲头。所以他也乐得每天跟钱红艳混在一起。对马兰来说，只有钱红艳围在他身前谄媚奉承的时候，他才能真正感觉他马兰确实是今时非同往日了。所以此时马兰听到电话那头是钱红艳的声音，便哼哼唧唧地说道：还没睡过瘾呢，几点了？钱红艳忙道：都快11点了。你昨天不是说今儿要去逛逛商场吗？我这都准备好了，就在你们家门口呢。
咱今天还去吗？马兰这才回过神来，脱口道，哎呀，我都给忘了，我是打算去海港城买条项链呢。最近啊，总感觉我这脖子上好像缺点什么东西。钱红艳笑着说道，你这出门都是开库里南，背爱马仕，唯独就缺条排长点的项链了。你想看什么牌子的？马兰随口道，什么宝格丽啊，蒂芙尼啊，卡地亚啊，都行，我这个人不挑的，只要是一线大牌都可以。钱红艳立刻一个马屁拍了过来，还是兰姐你有眼光，以你的气质，那就得这些一线大牌才能配得上，像我这种凡夫俗子就没法跟兰姐您比了，几千块钱弄个周大福，配我这种人也是绰绰有余。说到这，钱红艳叹了口气，又道，要说还是兰姐你命好，住豪宅，开豪车，穿戴顶级奢侈品，妥妥的人生赢家，不像我落了难之后，首饰包包全没了。现在别说买一线大牌了，就是个周大福我也买不起。回头我找微微要点钱，去地摊上买条银链子戴戴的了。马兰一想，这钱红艳还真是有自知之明，知道他也就趁戴个周大福，他是周大福，我是宝格丽。啧，这 level 一下子就拉出不知道多少层去了。想到这里，马兰也难得敞亮地说道，瞧你说的，你好歹也是我马兰的妯娌，哪能沦落到去地摊上买银链子。说着，马兰从床上坐起来，心情大好地说道，待会儿咱们到海港城，陪我挑完项链之后，咱俩就去周大福，我送你一条项链。哎呀妈呀，钱红艳激动无比地问道，兰姐，你不是故意拿我寻开心的吧？你真要送我一条项链？马兰很是认真地说道，我马兰说话可从来不吹牛逼，说送就送，1万块钱以里的，到时候你随便挑。钱红艳开心不已地说道，得嘞，还是兰姐你敞亮，你什么时候起床啊？我陪你上海港城转转。马兰一个翻身下床，开口道，等我会儿，我这就去洗漱收拾。半小时后，别墅的电动大门缓缓打开，马兰开车那辆劳斯莱斯库里南从里面开了出来。钱红艳看着劳斯莱斯那霸气的前脸，以及马兰在车里开车时的样子，心中又酸又气，不禁嘀咕，就马兰那小错个儿，还好意思开库里南，他坐里面开车，人家从外面恨不得只能看见他的天灵盖，一不留神还以为是无人驾驶呢。这时马兰把车停在他跟前，探出头来冲他招呼道，红艳，赶紧上车。好嘞，钱红艳立刻将心里那酸溜溜的味道抛到脑后，坐上车里，一脸谄媚的笑道，兰姐，这车跟你的气质那真是太搭了，都是那么霸气，你往里一坐，好家伙，那可真是绝配。马兰挑眉一笑，得意地说道，那是，等肖长坤回来，我就跟他说，这车以后就给我开了，让他自己随便再买一辆去。说罢便开动汽车驶出了汤臣一品。马兰开车出来时，汤臣一品门口一辆黑色越野车里，一个男人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。电话一通，他便恭敬地说道，大小姐，目标开车出来了。电话那头宋婉婷的声音传来，盯紧他，